因为他的长相没有办法让人对他生气很久，对，就是会比较害怕，然后就不敢说话的那种。但只有一个，对。请多指教，罐头君。鱼罐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玉庚，我是邱丹峰，请大家多多指教。爱不是童话，人生最有双人不离彼此慢慢欣赏。关于节目，你还有遗憾吗？说没有遗憾是不可能的，因为我是差1名然后进入总决赛，但是更多遗憾还是没有能让父母来现场看我的舞台，这是我最大的遗憾。我和你约定一下哦，我们一定会奔赴无数个夏天的。我的遗憾的话，可能就是没有一次能展现我舞蹈实力的舞台吧。没错。从节目出来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睡一觉，好好的睡一觉，在大场就没有真的就是好好的睡到自然醒过，所以就狠狠的睡了一觉。我去吃了烤肉，还有吃，对，吃一定要吃一顿好。一直在吃烤，然后吃了2个钟，然后把自己给吃困了，然后就回去睡了。觉得对方和初印象有什么不同？弟弟的话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还是一样的比较开朗，然后可爱吧。舞台上面的话进步了一些，就不会像一开始一样很紧张，这是弟弟最大的变化。谢谢你。就哥哥变化的话，就可能刚开始认识他的时候就比较高冷，然后其实就认识久的话就很温柔，也很逗。最喜欢的公演舞台是哪一个？为什么？我没有最喜欢的公演舞台，因为每一个舞台我都很努力的去完成了。如果说是我比较喜欢虚化者时候的造型，然后力时候的 dance break 跳的部分，然后还有解脱时候的曲风，我喜欢的是这样，没有特指最喜欢。其实公演都很喜欢啊，因为很新鲜的事儿对于我来说。然后我最喜欢的话，可能就是无乐不作。我的话，我比较喜欢他的是超能力，就是因为我觉得那个风格是弟弟比较擅长的，而且他有一个镜头，有让我觉得他很帅。会不会是你为的谎言？不可能，不可能。但只有一个。只有一个吗？之前采访中提到很难对弟弟生气，但在节目中又说会不自觉地对弟弟发火，弟弟做了什么？我最生气的是他在主题曲考核的时候，然后主题曲考核的时候有一次他就是因为一些其他的事情影响了他练习，然后我就会比较着急，就是特别是影响到练习啊还有排练的时候我会比较着急，然后那一次就稍微的说了一下他，但是后面很快的消气了，因为他的长相没有办法让人对他生气很久，对。对，他一生气我就会比较害怕，然后就不敢说话的那种。但是还是为了你好啊。也对，确实威胁，确实也是，就是也有在听，就是在看这样。所以其实你是很心悦诚服的，就没有不服之类的，心里没错，也只能这样了。开玩笑。陈玉庚，生活的哪个瞬间给了你 Wake Up Call 的灵感3点钟从梦中惊醒，站在镜子前，我问我是否清醒。学不会既定的未来，只懂忠于自己。我踏过荆棘，怀疑眼眶尽情继续。我 Wake Up Call 这首歌其实是在被狗咬了以后，对，被自己最喜欢的狗咬了以后，然后当时其实内心会比较受挫一点，因为当时我也是没有想到这个事情，因为过差不多2-3个星期我就要去参加节目了，会让我觉得这一路上就是有很多事情在阻碍我，然后阻碍我去做我喜欢做的事情，然后当时就写了这么一首歌，也是为了让自己更加坚定的不要被其他东西所影响。完成整首歌花了多久？从写词然后到编曲，还有跟编曲老师一起沟通完成这首歌加录音，一共是5天。
通过之后才会有收获。哥哥表演时一直在拿手机录像，会考虑给大家放出邱丹峰视角的 Vlog。其实那个视频在节目组的手机里面啊，看节目组给不给我，给我的话我会放出来的。出节目后的生活和以前相比有了哪些不同？出场以后我会更加渴望舞台，然后会更加的想要得到舞台。我觉得我在北京的朋友变多了。一贯创意，罐罐惊喜，新鲜娱乐资讯尽在鱼罐头。大家好，我是陈玉庚。大家好，我是邱丹峰。鱼罐头，一贯创意，罐罐惊喜。